这绝对是今年最烧脑的神剧。一艘载有1400名乘客的巨轮行驶到一片海域时诡异消失，可4个月后的一天，另一艘巨轮在海上行驶时，突然收到神秘电报。根据电报内容，船长发现这正是4个月前消失的普罗米修斯号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船长当即决定改变航向，去会一会这艘消失了4个月的诡异巨轮。他将消息传达给了每个乘客，虽然乘客对此非常不满，但船长却不顾所有人反对，坚持要改变航向。很快，轮船到达指定位置，那艘巨轮果然完好的出现在眼前。船长立刻向对方发出信号弹，但不出意外的，并没有收到对方任何回应。于是他带领几人乘坐逃生艇前往。就当几人登上巨轮后，电报也同时停止了发送，似乎船上有人看到了他们的到来。可奇怪的是，船上并没有发现任何求救人员，而且船舱内四处挂满了海草，似乎是刚被打捞上来一样。就在他们四处寻找时，船长意外发现一条眼熟的丝带，这正是女儿从58同城买的。可诡异的是，他妻子和女儿早就死于2年前的一场火灾，女儿丝带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当时他来不及多思考，接着来到驾驶舱寻找。可更加诡异的事发生了，船上的电报机早已被人破坏，那电报又是怎么发出的呢？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一个神秘男子突然出现，他从普罗米修斯号偷偷游到了船上，他一路来到客舱，从手中拿出一只甲壳虫。甲壳虫爬进房间后，竟打开了房间的门锁。此时船长等人有了新的发现，他们在餐厅发现一只甲壳虫。莫拉发现他似乎在指引着什么，于是一路跟随来到餐厅吧台。这时吧台内突然传来敲击声，众人以为要闹鬼，但莫拉却鼓起勇气，他拔掉了门板上的撬棍，打开门后众人惊呆了，里面竟关着一个男孩。奇怪的是，他浑身上下毫发无伤，而且对船长几人的到来似乎并不意外。他走出吧台，直接来到莫拉面前，像是等待了很久似的。他打开手中的包袱，从里面拿出一个金字塔状的东西。难道巨轮消失又重现，是和这个金字塔有关吗？回到船上后，船长怎么想都想不通，自己妻子2年前一把火烧了房子，将自己3个女儿同时烧死，可女儿的丝带如今又再次出现，而且偏偏出现在这艘巨轮上。这时副船长带来消息，轮船公司发来命令，指示船长将普罗米修斯号就地沉船，似乎在刻意隐藏什么事情。而且此时他们的船也出现意外，所有罗盘都失去了方向，船长的指南针也瞬间失灵。这艘诡异的船到底发生过什么？或许只有这个男孩知道答案。但面对莫拉的提问，男孩自始至终也不肯开口。这时莫拉意外发现，男孩耳后有一个3角形纹身。他想起自己收到的一封信，是失散4个月的哥哥寄来的，而信封上的标志竟和男孩纹身一模一样。莫拉认为哥哥可能当时就在普罗米修斯号上，但即便是这样，男孩也始终不肯透露一个字。为了调查巨轮的真相，船长决定将他拖回公司。听到要返航的消息，所有乘客都发出反对的声音，但和上次一样，船长还是不顾众人反对，坚决要拖着巨轮一起返航。接着大批乘客开始离奇死亡，保安秃头认为这都怪船长，因为他救的男孩才引起的灾难，于是发动叛变并控制了船长。另一边，男人拿出一个神秘装置，随着按钮的波动，一个类似超级电脑的机器被启动，而下一秒，他们所在的船只突然在海面消失。秃头等人也发现异常，他们的船一夜之间回到了3天前的位置。于是他带领叛变者抓捕了男孩。为了拯救男孩，船长和莫拉及时赶到，并和叛变者发生了激烈的抵抗，可最终还是晚了一步，男孩被老夫一把推进了海里。可令人不解的是，当众人在餐厅休息时，吧台里突然传来敲击声，随着一道光的出现，男孩竟从里面走了出来。众人都吓呆了，刚才大家明明亲眼目睹他坠入海里，如此一来，大家更认为男孩是不想自找，于是将他再次关进了吧台。但莫拉却认为男孩是无辜的，他执意要上前释放男孩，这导致众人突然失去理智。这一刻，时间竟突然停止，子弹也悬浮在半空一动不动。除了开枪的众人外，人群中那个神秘男子却不一样，他起身跳跃，想要为莫拉抵挡子弹。此时莫拉也来不及多想，他质问男孩这一切是不是他做的，手中的金字塔又到底是什么？可男孩还是一言不发，他拉起莫拉的手离开了餐厅。下一秒，时间再次恢复，可就当众人莫名其妙时，船上突然响起奇怪的警报，连船长都没听过这种警报声。而更诡异的是，当乘客听到这个声音后，都不由自主地来到甲板，他们意识似乎被某种力量控制。没长辈啊！他们面无表情地翻过护栏，一个接一个地跳向了大海。另一边，男孩将莫拉带回房间，他在纸上写下一行字，暗示莫拉有人在偷听他说话，并在耳边轻轻告诉莫拉自己不能说太多，真相要去问造物主。好家伙，这说了也等于没说呀！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才让莫拉彻底陷入恐慌。男孩挪开床，这里隐藏了一个奇怪的暗示。接着他拿出一只甲壳虫，竟开启了一道机关墙，莫拉跟着爬了进去。经过一道漫长的通道后，他们来到另外一个空间，这里和船上完全没有关系，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真实。另一边，沃克突然意识到什么，
他立刻钻到暗室中，但此时通道早已经关闭。他再次拿出机关装置，推动按钮后成功打开通道。当他来到这里时，莫拉已经消失不见。原来沃克是男孩的父亲，此时发生的一切他们都了如指掌，而莫拉就是男孩的妈妈。他们被困于一个虚拟的现实世界中，整个轮船以及发生的事情都是一场模拟出来的虚拟事件，而且已经循环了好几十次。之前每次都没有成功救出莫拉，而这次是他们距离成功最近的一次。但此时莫拉的记忆完全消除，他并不知道眼前发生的一切是虚拟的，而男孩口中的造物主操纵这一切的幕后者正是莫拉的父亲老白。在这里，莫拉见到了自己父亲，但父亲对于他的出现却非常排斥。还没等他问出原因，就被父亲注射了一针奇怪的药水。下一秒，他又再次回到船上，他看了看床底的暗示，又看了看手腕上的勒痕，才确定刚才发生的是真实的。他找到船长艾克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父亲在搞鬼。他平生热衷于研究人类行为，以及痴迷于大脑功能的开发，但父亲又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？他决定带船长进入通道，可当两人来到通道另一头后，才发现这不是莫拉之前来过的地方，而艾克却非常熟悉，因为这个地方属于艾克的记忆，而这个地方也正是艾克的家。看来不同房间的通道连接的目的地也不同。另一边，沃克来到超级计算机前，利用装置停止了计算机的工作，而随着机器停转，那个诡异的警报声也随之消除。可此时船上大部分乘客都已经跳海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10几人。可就当他们返回客舱时，发现船体内部出现黑色不明物体，而且在快速的生长。沃克知道这是计算机病毒，此时它正在快速蔓延，而且这也意味着整个虚拟世界程序即将崩溃，留给他拯救莫拉的时间也不多了。此时莫拉再次进入通道，这次他来到一个空旷的房间，在这里发现一张照片，上面正是他们一家3口。这时沃克也赶了过来，可无论他怎么回忆，都想不起自己结过婚还有过孩子。他带莫拉来到一个房间，在这里找到一个平板电脑，这个操作就类似于游戏存档。沃克将这次拯救莫拉的时间点上传到服务器，万一拯救失败，下次循环开启后便可以从这个时间点继续开始，而且这个拯救行动已经循环过好几十次。另一边，老白派手下找到了男孩，原来他手里那个金字塔便是结束这场虚拟世界的机关。他通过连线喊话莫拉，让他交出手中的钥匙。之前莫拉收到一封来自哥哥的信件，里面给他了一条项链，而那个项链正是打开金字塔的钥匙。随着此次虚拟倒计时结束，海面突然出现一个巨大漩涡，而轮船也缓缓驶入漩涡内部。下一秒，风暴停止。这时船长艾克才发现海面上停靠了几十艘相同的船，而他们都是每次循环后遗留下的。此时剧情大反转即将开始，老白将男孩带到一个房间，他要告诉男孩整个事情的真相。当年莫拉为了拯救患绝症的儿子，给他注射了一种药物，随后创造了这个虚拟世界。他想要让儿子永远的活在这个世界，而老白也并不是幕后操纵者，他和船上的乘客一样，也是被困在这个虚拟世界的人。他一直在寻找回到现实的方法，最终得知金字塔是结束程序的开关。这时手下将莫拉也带了过来，但此时他对整个事情还是一无所知。老白打开金字塔，将钥匙插了进去，可奇怪的是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原来沃克早已修改了程序代码，他带着莫拉回到了第一次模拟中。原来当时两人创造出这个程序后，就将管理权限给了莫拉哥哥，他们则以代码的形式活在虚拟世界。本以为可以一家3口其乐融融，却没想到哥哥控制了一切，并消除了莫拉所有记忆。好在经过沃克的无数次努力，终于将回到现实的方法破解。他将金字塔的功能转移在这个模型上，而钥匙则变成了莫拉的婚戒。这时莫拉才意识到父亲和他一样是受害者。沃克提醒莫拉回到现实后，一定要阻止他哥哥的行为。莫拉将戒指取下，放到了模型中间的位置。